1978年，我掏空全家积蓄，承包了濒临倒闭的满仓油坊。全村人都说我疯了，一个女人撑得起什么油坊？好不容易拿下供销社万金大单，厂里3个掌炉的老师傅偏挑在开工前一天要集体罢工。宋厂长，今天这火点不点，可就看您一句话了。往后厂里大小事儿，我们哥几个说了算，大单的利润我们得分一半，你一个娘们在边上看着就行。就是榨油看火候控水分，差一丝都出不了好油。没我们哥几个掌炉，这批油全得废。宋老板，半个月后供销社的单子完不成，可是要赔钱的，要不您就答应了吧？是吗？可我怎么记得当初油坊要关门散伙，是我接下这烂摊子，才保住你们的饭碗。当初这个女人承包榨油厂，什么都不懂，是我们几个撑着炉子守着机器，才没让油坊垮倒。现在拿了大单，就该给我们涨工钱分好处。你们的工资我从没少发过1分钱，至于老师傅，我也给的是市场价的2、3倍。要说辛苦，厂里的哪个人不辛苦？我今天把丑话撂这儿，有些人想倚老卖老，门儿都没有。我的厂不需要不守我规矩的人，不想干可以走，我绝对不强留。你们这个月的薪资1分不少，拿着钱立刻给我滚！宋秋荷，你有种！供销社3天后来验货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到时候就算你求我们回来，也晚了。求你们，可我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供销社的单子不能丢，厂子更不能被几个人掐着脖子活。秋荷油坊今天招工，愿意来的到我这儿登记。桂兰姐，你看，还招女工呢。你们还真信啊？榨油这种体力活，娘们家扛得住？就是，从古到今哪有女人进油坊的？瞎胡闹！俺家那口子知道了，指定要闹。榨油那么累，俺怕干不动，别到时候干了活拿不到工钱。放你娘的屁！女人咋了？在家挑水、种地、喂猪、带娃，哪样听上了？凭啥就不能进油坊干活挣钱？我宋秋荷招工，不看男女，只看肯不肯干，守不守规矩。没经验不要紧，我亲自教，包教包会。宋厂长，我们干！宋厂长，送我一个，我力气大，比男人还能扛，我们同行。我知道大伙心里担心什么。宋厂长，我们以前连这榨油机都没摸过，让我们直接上手，万一干不好，砸了你的单子可咋办啊？怕啥？宋厂长敢招咱们，就肯定有办法。以前老师傅把榨油当独门手艺攥在手里，榨油也不用靠手艺。咱们秋荷油坊从今天开始实行流水线管理，1人负责1道工序。就说嘛，这个好。咱们就把每道工序都做好，做标准，到时候榨出来的油未必比那些老师傅的差。按那个流程来，好像也不难嘛。真的哎，我刚才瞅着也简单，这下心里有底了。李婶儿，你眼神好，手脚利索，以后专门负责挑籽，把里头发霉的、碎的都挑干净。哎，好。张姐，你力气大，你来负责压榨。看着这3道红线。拧到第1道停3分钟，第2道停5分钟，第3条停2分钟，必须算准时间，1秒不多不少。宋厂长，我记住了。月香，过滤这事儿交给你。纱布对折2次，4角绷紧，油往下流的时候碗不能晃。宋厂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好过滤这道关。认字的看字，不认字的看画。你们只要把自己的那道工序做好，看转眼前，就一定不会出错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
别让他跑了。啥玩意儿？出油了，真的是咱们榨出来的油。这个菜籽炒得过火，油未发焦，这个过滤不够，沉淀太明显。还有那边几瓶封口不紧，这些新榨出来的油都不够鲜亮。到底是手艺活，人家老师傅长了10几年炉子，咱们还是不太行。谁说不行？手艺活也能拆成标准活。第一次上手，能做到配合默契，一起榨出了第一桶油，这就算进步。剩下的只要我们找出问题，再解决，榨的油只会越来越好。宋厂长说的对，咱们多试几遍，肯定能发现问题。我知道了，不同湿度的菜籽不能用同一火候，不然炒出来的味道不一样。对，还有这扳手，停的时间差一点，火候就变了，榨出来的油就不一样。没错，找准这个劲儿，咱们继续。同志们，咱们成了！成了！太好了，咱们真的榨出来了！等供销社的单子顺利交货，所有人都有奖金。大家这段时间都加把劲儿啊！赵哥出事了！我宣传咱们油坊的时候，听说宋秋河在搞什么流水线生产，厂里招了一大批女工，好些人连榨油机都没摸过就上手了。女人进油坊，简直是胡闹！油锅边上可不是那些娘们的灶台，等出了事儿，有他宋秋河后悔的。就是，女人就该回家抱孩子，别到时候被滚油烫花了脸，哭着回家找男人。可是有什么好可是的？厂门外摆着那么老些废油呢，离交单交不出货，他还不是得跪着来求我们回去？等咱们的油坊做大挣钱了，他给的那3瓜2枣谁还稀罕？就算他到时候来求咱们，咱们也不回去。这2位就是咱们店里的老师傅，想买油的往里走。都给你们说了，跟着我老赵就不可能不赚钱。哈哈哈哈哈！赵德顺，你们这油怎么回事？你们这油怎么回事？你看看这瓶子口都漏成什么样了，还有这瓶底下这层黑乎乎的是啥？一看就没过滤干净。哎呦，这位大哥消消气儿，咱们这是30年老手艺，纯手工现炒现榨的，难免有称似。美国油的味道有点不一样也正常嘛。放屁！退钱！就这破玩意儿，你们也敢打着精品油的头号卖7毛钱1斤？真是不比不知道，你们这油还不如隔壁秋河油坊呢。人家的每瓶油都透亮清香，封口干净，一滴都不漏。秋河油坊里面的人不是走光了吗？现在可都是新招进去的女人，能行？咋不行？我昨天亲自去看了，人家现在搞流水线生产，一天就能榨出几千斤，全都是精品油，价格还低，比供货社卖的都好，一天几千斤，还全是好油。走，咱也抽上去。赵哥，这是真的吗？一天榨几千斤，以前咱们拼了命干，一天也才几百斤啊。看他宋秋河就是吹牛，就凭那几个连榨油机都没摸过的娘们儿，还一天几千斤。宋秋河不是硬气吗？不是说没了我们照样行吗？成啊！陈贵，你现在就去联系马老板，就说我想请他喝茶。宋厂长，实不相瞒，我来之前听到了风声，听说你们这儿的老师傅都走光了。供销社这1万斤的单子，要是出了问题，不仅是赔钱的事儿，你我可都得担责。
现在空口无凭，不如您跟我来仓库一趟。这是这3天榨出来的油，您随便开箱检查。这看着比以前那些老师傅的手艺还要好。请。以前光靠那几个老师傅，他们心情好，榨的油就香；心情不好，就经常吵焦，一天也出不来几桶合格的。几个人天天喊累，动不动就用罢工喊着加钱，全场人还得等着他们歇够了才能开工。现在有了机器，分工定岗，速度就快上来了，一天出个几千斤根本没问题。宋厂长，有你这话和这品质，我就彻底放心了。下个礼拜我们准时来拉货。宋厂长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，慢慢说。原材料商马老板刚才来电话，收购价要涨整整2倍。马老板还说，要是不答应，就再也不给咱们提供油料。宋厂长，不是我马某人不想供货，是现在物价上涨了。以前我是看在老赵的面子上，才给你算便宜的。马老板，当初咱们签合同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哎呦，白纸黑字有什么用？听闻老赵不在你这儿干了，那我这价格肯定要涨回去。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毕竟你还有大单子，没了原料怎么榨油？马老板，既然你执意违约，那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宋厂长，这可怎么办？没菜籽，机器今天下午就得停工。小李，叫一下桂兰和张姐，开上厂里的货车，带上现金跟秤，我和他们去村里。秋禾油坊直收，价格比市场价高2毛。宋厂长，真的高2毛，还当场结现钱？老乡，不仅结现钱，想拿菜籽换瓶装油和油饼的，当场就能拎走。都是自家种的，油是不值钱，还不如换点油。这价格别的地方可没有，还能多卖点钱。想卡我单子，也要看有没有这个能耐。宋厂长，1万斤油居然比预定时间提前了整整10天，你这油坊是越做越好了。多亏了厂里的姐妹们。慢走啊！同志们，供销社的单子如期交货。今天咱们发工资，做的越多，拿的越多。刘桂兰，58块钱。我男人在工地上，这个月还没我挣得多。桂兰姐真厉害。陈月香，52块钱。李婶，49块钱。
我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挣这么多钱。以前在合作社挣工分，累死累活，1个月才20多块呀。当初进秋禾，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，没想到真挣到了钱，还这么多。有了这笔钱，以后看婆家谁还敢骂我是吃闲饭的。宋厂长，这都要谢谢您，您是实打实的好人。快起来，这都是咱们一起拼出来的。在咱们厂里，工钱不看谁资历老，只看你做的活多少。秋禾绝不亏待任何一个人。这油看着透亮，闻着也香，是哪个油坊生产的？价格贵不？这是秋禾油坊刚供的货，5毛钱1斤，这么便宜。秋禾油坊不就是宋秋禾承包的那个？他家的油我上次买了，炒出来的菜香得很，这油比以前老师傅榨出来的都鲜亮。快给我来2瓶。咋又卖完了？我特意拿空瓶来灌，下批啥时候到？是呀，我家那口子点名就要秋禾油坊的油。好，我这就联系宋厂长，让他们抓紧供货。这几天秋禾的油在供销社都卖疯了，咱们的油根本没人买，这日子快撑不下去了。妈的，没想到那娘们儿还真办起来了，生意全让他们抢了，还想做大，门儿都没有。哼，我就不信还有人敢买他的油。大家伙快来看看啊！秋禾油坊丧良心啊，居然在油里动手脚！我买了1瓶回去炒菜，刚吃了几口就肚子疼。今天不赔钱，老子砸了你这黑心厂！宋厂长，不好了，外面有个男的，非说吃咱们的油吃坏了肚子，正堵在门口闹事儿呢。你就是这油坊的老板是吗？看看，这就是你家的脏油，快赔钱！不赔钱，今天这事儿没完。你怎么证明这是我家的油？这瓶子可印着你们秋禾油坊的标志，喏，标签在这儿呢，你还想赖账？瓶子确实是我们的，但里面的油根本不是我们油坊生产的。你说不是就不是，我可是亲自从你这儿买回去的，放了1天就变浑了。要我说，这机器生产的就是不行，没老师傅现炒现榨的油，吃着安全。这可是吃进嘴里的东西，干净健康最要紧。既然大家都不放心，那我们今天就公开试油，让大伙儿亲眼看看我们是怎么榨油的。以前我都是看人用大锅炒，从头到尾一个人，没想到还能这么分工，看起来简单了不少。这榨出来的所有油都是一样的水准啊！大伙看清楚了，我们厂流出来的只会是精品油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你那瓶子里装的油到底是谁的？谁让你故意来陷害我们秋禾油坊的？丧良心的玩意儿，拿了黑心钱想败坏我们油铺，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别想走！做坏事可是要遭天谴的。到底是谁派你来诬陷我们油坊的？快说！不说今天就给你绑到派出所去！是赵记土油坊的赵德顺，让我拿他们的油装进你们的瓶子里，说只要毁了你们油坊的名声，就没人跟他们抢生意了。顺着，宋厂长，求求你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滚！乡亲们，真金不怕火炼，我们秋禾油坊随时欢迎大家监督。宋厂长，市里机关食堂正为年前用油发愁，之前因为乡下油坊供货不稳定，机关食堂那边不太满意。市里愿意给我们秋禾油坊这个机会，你可以送1批去试试，但丑话说在前面，机关食堂要求极严。机关食堂不比供销社，油香油色每批次的稳定性一样都不能差，但只要能拿下，以后油坊也能有更多机会。油料库存、瓶子供应、人工班次，我们愿意试。你听说了吗？市机关食堂正在招年前用油供货商，
家有亲戚是供销社的，说是这机会给秋禾油坊了。不能再等了！秋禾油坊要真拿到这个单子，咱们哥几个就彻底翻不了身了。咱们去劫了他的单子。哼，劫，反正都是各凭本事。他宋秋禾行，咱们更行。你们也想给食堂供货？领导，我们油坊那都是老师傅了，有几十年的老手艺，榨出来的油绝对符合您的要求，价格还便宜。领导，那红星油坊全是不懂榨油的女人。拿几个机器胡乱摆弄，那油没有我们的新鲜健康。既然这样，你们两家都送几瓶油来比一比，哪家油好就收哪家的。成，自然得比一比。兄弟们，干活了！这油香，宋秋禾，这可是我老赵出的最好的一锅油，看你拿什么来比。宋厂长怎么没带油啊？是心虚害怕了吗？大师傅，这里是红星3批不同日期的油。领导，这红星送来的油虽然是不同日期的，但这成色味道居然一模一样。赵师傅的油虽香，但只有一批。以前乡下油坊就是这样，今天香明天苦。我们食堂用油要的是一个稳字。宋厂长，这合作就定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再多订2万斤。赵德顺，你当初不是说离了秋禾，咱们靠手艺也能吃香喝辣？结果呢？现在咱们连个屁都不是。人家秋禾油坊越做越急，一个月工人都拿180块，要是咱们当初不走，挣的恐怕比这儿还多。行了，都给我闭嘴！咱们过不好，那秋禾油坊也别想开起来，剩下的你们别管了，交给我办。泼，给我狠狠的泼！明天让所有人都看。宋厂长到底是得罪了哪路小线？一天天的尽是事儿。这大门被泼成这样，会不会是干了黑心勾当，被人寻仇上门喽？做你们的狗屁！谁再敢嚼舌根，老娘撕烂他的嘴！宋厂长，这肯定是有黑心帮的畜生眼红咱们，别让我逮着他。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干的，老娘非拿菜刀剁了他不可！厂长，咱们可指望着这厂子过活呢，我下个月还等着给娃交学费，这要是真倒闭了，可咋办啊？秋禾油坊，天塌不下来，招牌碎了，咱们可以做个更大的挂上去。门脏了，咱们就用刷子把它洗得比以前更干净。背后的人就是想看咱们自乱阵脚，咱们要是哭了、怕了，才是顺了他们的意。桂兰，去后院提水。李婶儿，带大家伙把大门口清理干净。今天咱们不仅不歇，还要加班加点，把货给我备足了。动起来！宋厂长，不好了！我刚才出门听见有人说咱们家油都是脏油，还有些人早上看见了咱们清理大门的那一幕，都误会了。我呸！肯定有人故意造谣，这一看就是针对咱们油厂的，估计是哪家油坊眼红了，说不准就是赵德顺那几个孬种干的。老娘早就看不惯他们了，今天必须去要个说法！跟他们拼了！不能白白受人窝囊废！站住！去找赵德顺，他会承认吗？你们砸了他的店，他刚好可以倒打一耙。现在首要的是怎么挽回油厂的名声。食品安全最怕的就是口口相传的脏字。他们不是嫌咱们不干净，怀疑机器生产有猫腻吗？那咱们就让他看个明白。哟，让我们去参观榨油过程。以前去买油只能听老师傅说几句话，如今终于能亲眼看见油怎么来了。走看看去，到底干净不干净？咱眼见为实。
以后只要秋禾油坊不关门，我就一直来。秋禾油坊不关门，赵记怕是要关门了。赵德顺，赵德顺，今天你必须把上个月的工资给结了，要不是听了你的鬼话，我至于放着秋禾的工钱不拿，跑来跟你喝西北风？没钱，耍无赖是吧？没钱去砸锅卖铁，老子连买米的钱都没了。当初就不该听你的话离开，现在连个工作都找不到了。我都说了没钱，我的钱当初包下这个油坊就花完了，这几个月天天亏本，我哪里还有钱发工资？你的意思是，我跟你出来混了几个月，你连工钱都不给？今天你要是不给，老子就砸了你这个烂油坊！去你的！想要钱门儿都没有。油坊经营不起来，还不是因为你们没本事？当初你们嫌弃宋秋禾给的工资低，逼单的时候一个赛一个叫得欢，现在赚不到钱，来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别动手，大家都是兄弟，有话好好说。去你的兄弟！今天不给钱，谁也别想好过。3号床该交医药费了，再不交药就停了啊！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赵哥，生气也没用，咱们的油坊被查封了，名声也臭了。我昨天去街头2家油坊问，想找点零活干，人家一听我是跟你干的，操起臊子就往外赶，还骂咱们是行业败类，一群没脑子的墙头草。赵哥，我媳妇儿刚打来电话，说孩子下个月的生活费还没着落，你看咱们能不能去求求宋秋禾？女人心软，咱们过去认个错，说几句软话，说不定她能好歹有份工钱，先把眼前的难关过了。要去你去，没骨气的软骨头！是那个臭娘们儿，老子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等我出了院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。陈贵，你来干什么？宋厂长，那个油坊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跟着赵师傅出去发大财的陈师傅吗？怎么，大生意做完了，回咱们这小破庙视察来了？月香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什么？赵师傅的土油坊不是30年老手艺吗？不是说离了你们我们这帮娘们儿连一滴油都榨不出来吗？怎么这才几天就往回跑了？你今天要是来替那个老东西说情的，趁早滚！我这铁锹可不认人。当初咱们刚上工，他们站在门外说风凉话，这人好像也在。就是在。秋禾现在站稳脚跟了，就想回来了。当我们这是什么地方？菜市场吗？对不起大伙儿，千错万错都是我陈贵猪油蒙了心。我知道我没脸回来，可赵德顺那边1分钱工钱都没结，我家里老母亲要吃药，孩子要上学。昨天我媳妇儿说孩子生活费都没着落了。宋厂长，给我条活路吧。你要是想回来干活，可以，但有些事儿咱们得先说清楚。宋厂长，您说，只要我知道的，我什么都说。以前老厂长在的时候，咱们秋禾油坊的菜籽损耗，为什么年年都比别家油坊高出整整2成？是赵德顺让我们干的。说清楚。每回榨出好油，赵德顺就让我们先灌2桶到旧桶里，账上写机器漏损或者菜籽收潮，趁着天黑让他侄子拉出去偷偷卖掉。还有油饼，他把好油饼偷偷卖给养猪户，账上写发霉了。怪不得以前厂里年年亏。这事儿还有谁知道？还有刘老二知道，他们以前经常给外头的油贩子开后门，专门赚差价。亏他还有脸在外头哭，说我们宋厂长白眼狼。我看他们几个才是白眼狼。陈贵，你想回来可以，但你以前跟着赵德顺做过错事，就得先把错事摊到明面上，写清楚了，愿意按规矩从普通岗位干起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写不清楚你就离开。我写。宋厂长，我一定戴罪立功。
宋厂长，我以前真不是人。明天去筛子班报道，1个月试用，拿普通工钱。要是再犯错，秋河油坊的大门你这辈子都别想进。谢谢宋厂长，谢谢宋厂长。这笔账还不是算的时候。赵德顺还没跌到谷底，他越想翻身越会急。等他急到伸手，我再把这些账摆到所有人面前。宋厂长，好消息，大好消息啊！啥好消息，把你高兴成这样？机关食堂的大师傅来信说，咱们秋河的油省还干净，炸东西不起沫，炒起菜更香。同样一锅菜，用油比以前少，味道还更足。各位，这里是秋河油铺吗？信差大哥，你咋来了？我不是送信的，我是机关食堂的负责人，我姓蔡。蔡主任，刚才闹了个大误会，实在对不住。小事情，不碍事。宋厂长，你们这个月施工不错，大师傅托我带来的信你也看了，反应非常好，所以下个月开始，我们食堂想把量再加1倍。加1倍不是小事。供销社那边的瓶装油不能断，散客也不能随便推。机关食堂再加量，就意味着仓库、过滤灌装全都得跟上。蔡主任，加量是好事，但我得先多嘴问一句，咱们的供货周期怎么定？每次要多少？哈哈，宋厂长，你倒不像有些人听见加单就满口答应。答应容易，断货难看。秋河油厂做的是长期买卖，不敢靠嘴接单。好一个不靠嘴下单，要求我都写在这儿了，你看看。另外，国营饭店那边也在找稳定用油点，我回去可以帮你们说一声，但饭店更挑，用的油必须是最好的。请。月香，去通知大伙儿，全场开会。这个月咱们秋河确实赚了钱，但是这笔钱不能全分。我知道，姐妹们起早贪黑干了1个月，都盼着手里能宽裕些，给老人孩子添点东西。我心里有数，可眼下供销社的瓶装油要做，机关食堂的油要加量，国营饭店还可能试工。姐妹们，靠现在这点仓库，菜籽放不下。厂里的2张过滤架也老化了，根本清不净。我的意思是，先拿一部分钱扩仓库，再添2组过滤布架，1张大桶灌装台，工钱照发，计件照算，奖金这次少分一些。等国阳饭店试工拿下来，再补1轮订单奖。宋厂长，那少分的话是少分多少钱？我不是不愿意，就是俺男人身体不好，婆婆还等着我的工钱买药。小妹，放心，该发给大家的工钱，我宋秋河哪怕砸锅卖铁也得给，少的是订单奖金，不是你们的工钱。那我回去跟我婆婆说，厂子活得久，钱才能拿得久。今天把钱全分光，明天接不了大单，到时候谁的饭碗都保不住。我同意。以前我只想干1天算1天，但来了秋河油厂，月月有工资，回家能挺直腰板，这是长久的饭碗。宋厂长，我就跟你干。我也同意。当初咱们啥都不会，是宋厂长手把手教的。现在厂子要往前走，我不能拖后腿。我也同意，我家男人会木工，可以帮着打理临时架子的。我娘家在后山有间空屋子，要是放不下干油瓶，先拉到俺娘家堆着。对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宋厂长说的对，咱们多试几遍，肯定能发现问题。之前他们进油房时连机器声都怕，可现在他们已经能用这双手撑起油房的半边天了。好，既然姐妹们这么信任我，那咱们大干一场！大干一场！听宋厂长的，先把厂子干起来！都给我停下，别干了！宋秋河，给我出来！宋秋河，给我出来！什么狗屁扩建厂房，想吞我们家的钱，没门！别干了，回家！钱都不发了还干啥？走，跟我走！你个败家娘们儿，人家都不发钱了，你还在这儿倒贴，给我滚回家做饭去！
你放开我！厂长说的是为了长远，你懂个屁！反了你了！天天抛头露面不够丢人的，赶紧给我走！今天姓宋的不把钱一分不少的吐出来，咱们就把这些破铁疙瘩全砸了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想砸机器？好啊，只要砸坏一个零件，我就去派出所报案，破坏生产罪名，你们担得起？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些订单就凭我们现在的情况，拿什么接？拿命接吗？昨天我也说了，如果我把钱全发了，让大家拿回家买几斤肉，然后明天停工，后天倒闭关门。放屁！别听他画大饼，跟我回家。我不回，我凭自己双手挣钱，凭什么还要回去看你的脸色？反了你了！你敢动他试试？怎么着？看我们能挣钱了，眼红了？老娘在油铺那是凭本事拿工资的技术工，我看今天谁敢闹？对，这活儿我陈月香就是要干。对，干到底了。好，我宋秋荷在这里也跟各位家属保证，今天少发的奖金，等厂里缓过来，双倍补，一个子儿不少。都愣着干什么？不干活厂房能自己长出来吗？既然来了就别闲着，不是说厂长扣了奖金吗？咱们就把这钱干回本。去后院卸砖。你也去，还想不想认我这个媳妇儿？想认，现在就去推土。去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凶什么凶？宋厂长都这么说了，咱也不能干看着。就是，厂子好了，咱们才好。走，干活去。后院那边砖够不够？够，昨天刚到一车。在厂里各位家属的帮忙下，仓库的进度也快了不少。月香，国营饭店今天试供，要当天灌装的大桶油直接送后厨，桶口要干净，分量要足，半点不能差。放心，宋厂长，出了错你拿我试问。陈组长，查完没？查完装车了。宋厂长，那我先过去了。批次是9月初6第3缸，重量足，封签，邱和章，陈月香验，抬上车。陈组长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这一车是要赶早送国营饭店的，去晚了人家后厨的大师傅要骂人的。差一桶，砸的就是咱们秋和油坊的牌子，急也不差这一会儿。站住！陈组长，又怎么了？这不都一模一样的桶吗？这桶没有秋和封签。嗨，油桶这么多，挤在一起运，路上蹭掉了也正常啊。这不是我们刚灌的桶，咱们秋和油坊的油桶，桶身右侧全部盖了9月份的批次章，这桶光溜溜的，什么都没有。而且咱们封桶前都要把桶沿擦得一尘不染，这只桶沿上全是黏糊糊的旧油垢。怎么回事？宋厂长，有人往车里塞脏油。撬开！宋厂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就是个临时来搬桶的外人，你们厂里自己出了错，不能往我头上扣啊。陈贵，你过来。你认识他吗？我认识他，他以前专门给赵德顺送油。送过油怎么了？全身又不止你们一家油坊，我帮老赵送，也帮别人送。是不止我们一家，正好赵德善过去虚报损耗、偷换油桶的账，我也攒够了。我要是把这些连带着你和这桶油一起交到派出所，说谁让你把这桶油混进来的？我招！宋厂长，
我真不知道这桶里装的是啥。赵德顺就给了我2块钱，让我把这桶抬上车，还说你们今天送货桶多，肯定没人查得出来。幸好提前检查出来了，要是真送过去，饭店那边出问题，咱们就都完了。桂兰，去叫人，把他和这桶油一起送去乡里派出所。喂，是国营饭店后厨吗？我是秋禾油坊的宋秋禾。宋厂长，饭店后厨说，幸亏咱们查得严，他们还说跟咱们秋禾油坊这样的油坊合作，他们1万个放心。月香，这次多亏了你心细，记住，咱们秋禾油坊的招牌绝对不能砸在这种人手里。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了，你还不认吗？同志，这些都是宋秋禾这臭娘们故意陷害我的，我没干过。同志，都是他让干的。对，退货时他骂我们没本事，偷油分钱的时候他可没少拿。宋秋禾，我在红星油坊干了大半辈子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每个月你就给我那点工资，够干什么？我也是被生活逼的呀。逼你的不是生活，是你的贪欲。我没错，我没错，我没错。宋厂长，赵德顺，你居然还敢来！宋厂长，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对，我昏了头，可我这把年纪了，总得有口饭吃。秋禾油坊到底是我干了半辈子的地方，你看能不能让我回来？让你回来？对，宋厂长，你只用给我个位置，我还能看火候，我还能教新人。你总不能真把我们这些老工人往死路上逼吧？秋禾油坊不需要你这样的人，赵德顺，从你走出去秋禾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永远回不来了。关门，开工。宋厂长，宋厂长，我没错，我没错。听说是市里粮食局下来检查，秋禾油坊现在可了不得了。王局，这里就是我们工人作业的车间了。到了这个色就得起锅了，晚了就焦了。这位女同志，不同批次菜籽，你们火候怎么调？报告领导，先看干式，再看紫色。潮一点的不能猛火逼，得先翻散水汽，炒到香味出来，颜色发亮，但不能发焦。每锅时间都记在本上，出油率也对着看。那过滤流程呢？4层纱布，4角绷紧，过滤不晃。1桶1000，每批次都盖秋禾章和纸业员的名章，保证每滴油透亮见底。好，规范、专业，回去可得让局里的好好学学。秋禾油坊真正立起来，不是靠我一个人，而是靠厂里的每个人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秋禾油坊评上市里的粮油供应点啦！我不识几个字，可我知道这几个字金贵。这可是咱们姐妹一锅一锅滤出来的。宋厂长，以后是不是更多单位都要用咱们的油了？不用等以后，供销社场地订单、机关食堂、医院食堂、学校食堂，还有国营大饭店，咱们的订单排到明年都做不完。我的娘嘞！这么多订单，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场面。咱们秋禾也是大厂子了。姐妹们，从今天起，秋禾油坊改名为秋禾蓝油加工厂。大伙儿来看，这里建咱们自己的油料收购站，以后农户送菜籽不用再挤在厂门口。这里扩成品仓库，把瓶装油和大桶油分开存。还有这里后院再搭一排晾晒棚。菜籽一进厂，先分胚编号，定量烘炒。宋厂长，那厂子扩起来了，我们以后还是临时工吗？厂子扩起来，班组也要定下来，只要大家肯干，人人都有固定岗位。咱们秋禾没有临时工，听见没有？咱们也有固定岗位了。以
后俺也是正儿八经的工人了。都给我打起精神了！供销社的，别和学校的混了。你看这阵仗，好几辆车呢。秋禾油坊现在真不一样了，你看那油桶一车一车往外拉。这就是秋禾的油，我家上回买了一瓶，炒出来的菜是真香啊！可不是嘛，听说医院和学校食堂都点名订他家的，那能差了？谁说女人榨不了油？你看这厂子，比赵德顺在的时候强了10倍都不止。宋厂长，宋厂长，都发完了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月香。宋厂长，这最后一车走了，咱是不是能喘口气了？我这腰啊都快直不起来了。喘不了几天，以后这里就不只是秋禾油坊了，这里会是秋禾粮油加工厂。桂兰姐，你这衣裳真好看，放假新做的吧？那可不，厂长甫发了奖金，我专门去镇上扯布做的。哟，你家那口子现在舍得让你花钱做新衣裳了？哼，老子自己挣钱自己花，用得着他舍得。那桂兰姐，你男人现在说你啥不？现在可听话了，我一下班，他连洗脚水都给我烧好了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桂兰姐，你真行，洗脚水都烧好了，以后可得向桂兰姐学着点儿。月香，你来一下。宋厂长，是有啥事儿吗？样品间的钥匙，月香，以后这地方归你管。宋厂长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绝对不给你丢脸。同志们，市里下来通知，全市粮油系统先进体评选，咱们秋禾榜上有名。下周我得去市里参加表彰大会。市里，我的天，宋厂长要去市里领奖了，咱们秋禾要出名了。好啊，好，宋厂长，你太给咱们女人长脸了。宋厂长，你穿这身不够派，咱们得让他们看看咱们秋禾的精气神儿。啊，桂兰姐，我感觉头有点紧。不愧是我。这样真的好看吗？好看，厂长现在跟画报上的明星一样好看。那我先走了。放心去吧，厂长。去市里带着他们的骄傲去，回来带着更多的东西回来。小宋同志，妇女能顶半边天，你就是最好的典型，好好干。宋厂长，恭喜！我是省粮油总公司的王建国，你们秋禾的材料我看了，很了不起。王经理，您过奖了。宋厂长，我今天找你是想谈个合作。目前省里正在组建全省粮油供应网络，如果秋禾愿意加入，你们的油可以通过我们的渠道卖到全省各地。卖到全省各地？王经理，既然你们这么信任秋禾，这合作秋禾接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同志们，今年咱们秋禾的利润比去年翻了整整3倍。今年咱们拿到了全省先进集体，咱们的油卖到了全省17个市，油料基地扩展到了30多个村子。这些成绩是你们一勺一锅炒出来榨出来的。今天所有人多发2个月工资作为年终奖，明年开冲，厂里正式给大家盖职工宿舍，让大伙儿天天在厂里吃肉，有楼房住。厂长万岁！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里，秋禾油坊也即将迎来下一个春天。